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个线索繁杂、反转多次的惨案。一个医生被指控杀害自己的妻子，第一次审判，他被法庭宣判罪名成立，10年后改判无罪。可在他去世30年后，法院又判他有罪。凶手究竟是谁？至今无人能给出准确答案。故事内容十分精彩，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事情还得从1954年7月4日的美国俄亥俄州说起。当天晚上，主人公谢伯德和妻子玛丽莲在伊利湖边的住所和朋友举行了简单的晚宴。当时的谢伯德是个知名的脑外科医生，家中还有个7岁的可爱儿子。无论是社会地位、财富收入、婚姻生活，谢伯德都是人生赢家。后半夜住所的客人散去后，儿子回到1楼的房间睡觉，妻子则上楼休息。喝了点小酒的谢伯德直接躺在了1楼的沙发上。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可第二天，谢伯德的住所却被数层警戒线围了起来，门外更是围满了拥挤的人群。社区的人都纷纷摇头叹息：上帝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医院里，谢伯德醒来后向警方回忆了昨晚的事情。在半夜4点半的时候，楼上突然传来妻子的叫喊声，于是我立即上楼冲进妻子卧室，但一进入房间就被人用东西砸到后脑勺，然后就晕倒了。等我醒来时，发现妻子流了很多血，身上也没了脉搏。就在我有点不知所措之际，我听到楼下传来声音。这时我想起在1楼睡觉的儿子，便马上跑到1楼，结果看见一个人影从前门离开，朝着湖边方向逃跑，于是马上也跟了出去，并和他发生了搏斗。搏斗过程中，我的上衣也不见了。醒来时就发现自己趴在湖边，而且感到很是头疼。等到自己返回住所时，时间已接近天亮。5点40分时，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叫他来帮忙，然后在6点时向警方报警。警方来到现场后，发现卧室里有2张床，玛丽莲躺在其中1张床上，上衣和裤子被人扯开，生殖器官裸露在外，身上有35处伤口，头部更是受到严重的击打，上面有15处破裂。更惨的是，案发时死者还怀有4个月的身孕。现场很多地方充斥着大小不一的血迹，可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却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地方。首先，在住所里面没有杀人凶器，房屋也没有外人闯入的明显痕迹，柜子虽被人翻动过，但重要的首饰珠宝都还在，家里的狗和小孩仍在酣睡，这跟谢伯德描述的有外人闯入的说法格格不入。3个月后，警方以1级蓄意谋杀罪起诉了谢伯德。警方认为，当晚谢伯德醉酒后靠在1楼沙发上休息，后半夜时上楼想和妻子亲热，但被妻子拒绝，一怒之下便用钝物击打了妻子。为了洗清自己嫌疑，还翻动家中的柜子，让现场看起来有第三人进入的样子。而他的后脑上的伤也是自己导演的苦肉计。检方刚说完，谢伯德的辩护律师便立即反驳：其一，经过专家鉴定，我当事人身上受到的伤害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尽管他是医生，但仅靠他一人之力根本就无法做到。其二，让自己妻子的性器官暴露在外人面前，这是作为一个男人不太可能会做的事，而且当晚的客人都证实夫妻2人关系和睦，没有发生争吵。其三，溅在卧室墙壁上的血迹表明，玛丽莲遇害时，她的血液是向4面8方飞溅。如果我的当事人是凶手，那他身上肯定会沾到血迹，但除了一条裤子上面有1处血滴外，自己当事人鞋子和皮带上面都没有血迹。其次，如果我的当事人真的是凶手，那根据他的智商，他完全有能力编造出一个更好的故事，而不是被凶手2次击倒这个奇怪的故事。对于辩方的说法，检方表示，如果当晚真的有外人进入房间，那为什么谢伯德没有听到狗叫声呢？而且死者卧室里并没有发现第三人的指纹，法医鉴定死者是在半夜3点到4点之间遇害。可案发后，谢伯德的第1个电话是打给朋友，时间是早上5点40分。警方到达现场是早上6点，所以谢伯德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处理现场。在海边的沙滩上，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有谢伯德的戒指、钥匙链和手表。
但唯独钱包还在谢伯德口袋中。为什么钱包没有出现在袋子中呢？因为当时钱包是在口袋里，没有见到血迹，而挂在腰间以及戴在手上的戒指和手表则直接接触了血迹。谢伯德之所以会跑到外面，完全不是为了追捕凶手，而是企图抹去自己的作案证据。同时，为了坐实谢伯德的杀人罪行，检方还找到了一个名为苏珊的女证人。苏珊承认案发前和谢伯德保持着亲密关系。她还表示，死者知道了丈夫的出轨。一时间，媒体纷纷以情杀的嫌疑报道该案，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在控辩双方吵了5个月后，法院宣布谢伯德2级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谢伯德的儿子认为爸爸不可能是凶手，可又有谁会相信一个7岁孩子的话呢？熟悉谢伯德的朋友都认为凶手不可能是他。为了洗清罪名，他们请了当时著名的刑事鉴定专家保罗。虽然时间已经过去6个月，但所幸现场被保护完好。进入玛丽莲的卧室，保罗仔细观察和比较了房间内的血迹，费了很大一番功夫，保罗有了2个重要发现：其一，凶手是左撇子，可谢伯德是右撇子；其二，死者卧床墙面上的那个血斑形状和其他血迹明显不同，很可能是凶手作案时留下的。根据死者被攻击过程中牙齿断裂的特征，说明他咬过凶手，可案发后谢伯德身上却没有任何咬痕。回到住所后，保罗将这些情况整理成材料交给了法院，希望当局能够重审案件，可却被泼了一盆冷水。由于案发时血迹形态学属于新兴学科，法官认为他们不可能凭借几滴血的嫌疑就重审。加上谢伯德本身就是个医生，你怎么保证他不会故意混淆视野？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结果250。刚燃起希望的谢伯德又被关进了牢房。而在牢房的9年时间里，谢伯德可以说是经历了无尽的痛苦。他的父亲病逝，岳父和母亲双双自杀，唯一的宝贝儿子李斯更是活在杀人凶手儿子的阴影下。有时黑夜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没有尽头的黑夜。案发9年后的1963年，有个导演以该案作为蓝本拍摄了电视剧《亡命天涯》，讲述了一个被判谋害妻子受到通缉的医生，一边躲避警方追捕，一边查找真凶的故事。该剧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民众要求重审谢伯德案件的舆论越发高涨。同一时间，一个叫做李贝利的律师审视案件后，发现里面的确存在很多争论和疑点，但光有疑点还不足以推动法院重审。李贝利深知，如果在这波舆论下去之前还没找到突破口，那谢伯德可能真的要在监狱待一辈子了。就在这时，曾出席当年法庭审判的记者陶乐西找到了他。记者表示，在谢伯德被审判前，他采访过主审法官对案件的看法，可法官的回答却是谢伯德有罪，这点毋庸置疑。这句先入为主的话可是审判法官的大忌，凭借法官偏见、案件疑点、民众舆论这3张牌，在案发10年后的1964年，谢伯德终于从监狱走了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谢伯德无罪，因为他只是暂时获得保释，有罪与否还得看当局重审的结果。2年后，法院正式对该案进行了重审。谢伯德的辩护律师指出了几个重要事实：其一，凶手是左撇子；其二，楼梯上的血迹属于第3人；其三，谢伯德的伤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凶手不是求爱遇挫而暴怒的丈夫。几番争辩后，陪审团和法官一致裁定谢伯德无罪。历经10年，谢伯德终获自由，可这份自由却让他始终难以释怀。回望10年前的自己，英俊帅气，爱情丰收，事业有成。可1954年后，一切都烟消云散。出狱后，谢伯德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因为手术失误被吊销了医生执照。出狱6年后，谢伯德就因病离开了人世。他的哥哥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还有个儿子，恐怕弟弟早就自杀了。那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既然父亲不是凶手，那真正的凶手是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谢伯德的儿子李斯一直苦苦寻找。在查了20年后，正当心力交瘁的李斯准备放弃时，一个记者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在采访监狱犯人时，一个囚犯说自己狱友艾柏林曾透露，是他杀害了谢伯德的妻子玛丽莲。那这个艾柏林和自己母亲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深挖下去后，李斯发现了细思极恐的事情：母亲遇害5年后的1959年，艾柏林因盗窃被捕。在住所里，警方发现了玛丽莲的戒指。审讯中，艾柏林甚至承认案发现场的血就是他的。
起因是当时为死者清洗窗户时不小心划破了手。警方将这个事情反馈了上去，但随着法院对谢伯德的宣判，这条线索在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而艾柏林也大摇大摆从监狱中走了出来。直到1987年，艾柏林因为一起谋杀案再度入狱。匪夷所思的是，这起谋杀案和当年玛丽莲一案有着惊人的相似，受害人都是死在床上，睡衣被拉开，性器官暴露在外，现场血液四溅。而艾柏林回忆的很多事情都是警方没有公布的细节，虽然有些地方对不上，但对比艾柏林的身材和父亲当年的口供，李斯认为凶手就是艾柏林，他决定为父亲讨回公道。第3次审判中， DNA 专家指出，在42个可疑人员中，只有艾柏林的 DNA 和玛丽莲床边的那个大血迹上的 DNA 最为接近。面对辩方这些证据，检方指出，当时墙上的血液已经毁坏严重， DNA 测试的结果并不可信。其次，玛丽莲卧室里面没有发现艾柏林的血迹，就算在楼梯上发现了他的血迹，那也可能是他在玛丽莲家中清洗窗户时不小心割到手后造成的。经过激烈的争执后，法院又改判谢伯德为杀人凶手。在法庭宣判2周后，艾柏林就老死在监狱中。到了这里，案件经历了3次审判，随着2个最大的嫌疑人相继去世，该案也被历史匆匆翻了过去。其实这起案件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当晚到底有没有第3人闯入。如果有第3人，那谢伯德肯定和凶手发生过扭打，也就是说，谢伯德衣服上肯定会沾到血迹。根据谢伯德的说法，他当晚是有穿上衣的，但在湖边和凶手扭打过程中被对方扯下。辩方认为此言不假，因为在谢伯德的长裤中发现了一个属于第3人的血滴，应该就是他和第3人扭打过程中留下的。可检方却反问，如果真是这样，那不应该有更多血迹吗？要知道谢伯德说自己和凶手扭打了2次。同时，警方还在住所附近找到了一件上衣，尺码和谢伯德非常接近，可衣服上没有血迹。而且你怎么解释当晚没有狗叫声这些外人闯入的迹象？对此，辩方则认为没有狗叫声就更能证明凶手是艾柏林，因为他曾为谢伯德住所清洗过窗户，非常熟悉房屋的结构，尤其是那个隐蔽的地下室入口。因为这起案件争议极大，小袁只是从故事性的角度阐述了该案，没有从科学层面严谨的还原案件。但国外有个网站公开了案件所有的卷宗资料，包括现场照片、实验记录和证人口供等等。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仔细阅读，从有罪到无罪，再到死后30年被改判有罪。时至今日，谢伯德案件依旧充满争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或许永远不得而知。但对于谢伯德的儿子李斯来说，无论凶手是不是父亲，对他都是一种折磨。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